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虽然最近是有点沉迷 SVE 哈，但是 OPCG 的各类消息我也是没落下的。近期 OP 圈还是有那么几个大事的，简中的 3D2Y 的发售，还有黄金盒和09新卡的公布，以及其实公布了有一阵子的六色玉组的全卡公布。今天就帮还没有详细了解六色玉组的朋友好好了解一下，其中会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新卡。当然，已经了解过了的朋友也不用走开，咱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一起探讨下我发表的一些观点。废话不多说，一键三连，咱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是红色，红色作为我最喜欢的颜色，这次加强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白团啊，高兴坏了。点评下单卡，7费的白胡子登场时贴个东到场上，启动主要横自己杀个5000。如果小日子那边的 8.5 环境马哥能够力压红子罗冲上顶峰，这张胡子绝对是功不可没。这张胡子十分的契合红蓝马哥，可以说是给小马哥专用的也不为过。毕竟目前的3个白团领袖只有马哥是头要移动的，这是其一。然后是配合马哥直接就是杀个7000，能应对6费钱绝大多数角色了。因为基本上能预见的6费8000只有女帝和卡尔加拉这2个，大不了碰上了换个打法嘛。最关键的我认为是启动主要效果，可以复数次的使用。我之前提到过08打红子罗最好用的打法之一可能是养猪打法，那这张卡就非常灵活了。8000够大，红子罗不好解，怪躺了就用打的，没躺下就用效果解，就不打脸就对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虽然是配红蓝马，但是其实它不锁头，红色都可以用，比如红紫无塔、红蓝微微中，我也认为能有不错的表现。红紫路飞中也能算是个不错的7费曲线。然后是第2张，这个5费艾斯，头是白团可以速攻，每回合1次，被效果离场时减2000不走。这张艾斯就不是那么泛用了，但是反而是所有的白团领袖都可以满4的一张单卡，有边的速攻怎么都不卡手，关键时刻呢还能补个公平，离场抗性也能很好的帮助应对黑色和红紫罗，并且这个抗性是不锁头的。如果只是想针对黑色和红紫罗，并且要弥补一下5费曲线的话，确实是个优质的5费曲线，属于是别的红色能用，白团里特别能用的一张卡了。接下来是3张平卡了。阿特摩斯攻击时如果头是胡子，这回合胡子可以不掉血。水牛就是完全为胡子准备的一张卡了，如果一直能打，就能一直让胡子不掉血。但是最尴尬的就还是这个攻击时效果，登场时效果好歹关键时刻能救一下，攻击时什么时候能救命啊？个人认为胡子可能也不太会去投入，4费我更愿意下个阻挡者小马哥，涅槃效果真能节省手牌啊，攻击时效果实在是有点指望不上。金骨多阻挡被效果 KO 时，本轮给头加2000。金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是个很棒的3费曲线，4000的身板红子罗很难受，黑色看它也难受，先打还是先解得纠结一下了，而且还不锁头，感觉乔巴在3费的地位又减1了。个人认为是个不错的能进构筑的卡。最后一个呢是这个萨奇，先不说效果怎么样，纯红白团终于有了第2个2000边了，太感动了。效果的话是锁头小玉还要掉血，不掉血的话还是挺好用的吧，毕竟本家小玉。感觉最后结果就是4个小玉4个萨奇都下了，主要就是还是个偶尔能用的2000边了。红色做个总结的话， 8.5 的红蓝马哥能不能起来就等这波了，补强强度确实不低，希望能让我一直很看好的马哥一飞冲天吧。其他红色玩家的话可以单收4个胡子4个金骨，金骨是目前3费曲线里数1数2的了。绿色玩家的话，这个绿色的玉组不管怎么样应该都是必须买的了，重点就是这张9费的香克斯，真是香克斯的一贯风格啊，一句话的效果却有着最强烈的技能，登场时杀一个休息状态的角色，还是9费11000的身板啊，真是4黄牌面了。绿色卡组缺的就是厉害的大哥，六色玉组呢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香克斯呢是完美适配波妮的，期待下有了香克斯加持的波妮能有更出色的表现。不过其他绿色卡呢就都那么回事了。4费的乌塔没边卡手，虽然效果不锁头，但是扔电影起效果基本也就限制了卡组的组成方式。4费不能被基德拉出来，所以要想8费准时铁币得提前站住了。主要作用还是帮助乌塔补充4费优质节奏，或者其他头需要东的领袖看看能不能开发出电影轴吧。3费卡2，纯费我凑数卡，重点是还锁头啊，黑色玛利亚都不锁头。2费路飞，纯绿电影终于齐了12个2000边了啊，虽然还是没啥大用就是了。2费的戈登，看到这个戈登的时候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好像有用又好像没用，好像可以下又好像不能下，其实就是优点不突出，缺点不明显。不过还是得吐槽一下啊，扔音乐当边，这不就是变相的锁无塔头吗？
个人感觉不如直接就是锁乌塔头，然后 cos 改为一张手牌，这样乌塔带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吧。绿色做个总结，相较于红色基本都是白团自嗨，绿色好歹带上了波尼玩家狂喜了，属于是坏了，黄黑路飞更难玩了。蓝色出的卡呢，我真是一张也不需要点评啊，直接上结论就完了。如果你玩蓝明哥，无脑每张骑4就完了。其他蓝色玩家当没看到。明哥这波加强真的是太到位了，原来戴哥除了红子罗这个亲儿子，还有明哥这个亲儿子呀。紫色我是没想到会直接把05的紫草帽给出全乎了。先不说结论，最后再吐槽吧，不然我怕我停不下来。先说2张闪位，7费的路飞，4费的索隆。7费路飞炸个东叫个5费以下的紫草帽，索隆呢是登场看5找一个紫草帽。不是你俩怎么就那么自私呀？全锁紫草帽，路飞叫个紫草帽，然后索隆呢还是找个紫草帽，能不能学学娜美？人家怎么就什么色儿都能找啊？不过其实我也还比较能理解吧。草帽一伙毕竟是主角团，什么颜色都会设计，如果不锁颜色的话，后面卡池越大，这俩效果就会越变态。所以理性评判的话，这2张卡其实都还不错，会是日后紫草帽轴的绝对核心卡。5费的山五郎，毕竟紫路飞没有4费回合嘛，后2站个山五郎还可以吧，不过也就是属于多了一个可用的备选项，战场上也是个软嘲讽，毕竟打一脚不亏2脚血赚了，属于是。这个4费的阿娜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翻译有问题哈，他是先扔1张再抓2张，就感觉很逗为什么非得这么整呢？4费不亏手的站个阻挡者，属于是增加10费回合5+5 6+4的另一种可能性了。可惜就是身材小一点是2000，红子罗呢直接就能解了。我能不能一人写书允许他炸个东身材变成4000呀？最后一张是这个3费的乌索普了。果然说谎布才是唯一真神啊！想不到紫色新卡最泛用的居然是这个，效果不锁头，3费横个5，能过当前环境的绝大部分阻挡者了，还是个2000边，进可攻退可守的，属于是。紫色草帽呢，乍一看不怎么样，但是其实一细琢磨这些卡其实都是解决了紫路飞很多痛点问题的，比如4费只能下白板现在呢有了4费的索隆，7费没有包力就太弱了，现在有了7费的路飞。后2的5费回合呢，只能用麦哲伦，有可能卡自己的节奏现在有了山五郎，这些问题都是提供了一些的解决方案的，可以期待下紫草帽的表现吧。黑色加强的是烟鬼说实话都快把这个角色给忘了，要不是看到新出的这个烟鬼画的太 gay 了，我一度有点没想起来他是谁。那就正好说一下这个6费的烟鬼cos 的一手黑色海军，下回合对方2个4以下不能打，6费8000不让人打，咋的你也是女帝因为在黑色卡组里面，配合一些减费，能管的范围还是挺广的。扔海军的话，也相当于限制了卡组构成，强度呢我是能接受的，不是特别强，但也绝对不弱。之后黑色海军的构筑中应该会进行投入的。5费的达斯奇这张卡绝对是日后烟鬼卡组中绝对的核心卡。登场时头是烟鬼的话，减一个角色4，启动主要把一个0费的角色给扔了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个表情包达斯奇指着屏幕骂，就他妈你叫荒原就他妈你叫举之城5费准时解4，6费配合头解5，只要他能准时来就一定不会亏。如果哪天烟鬼取代了陆奇的位置，那这张达斯奇必然是功不可没太强了，玩烟鬼先满个4。不过如果不是烟鬼头，就其实没有那么厉害了，扔个0的条件过于苛刻，就不如泛用的布鲁克了。4费的日奈呢，则是又一张内战神卡，相当于4费占个8费的角色，前期可以说是压力拉满了，每回贴个东也能很好配合头的效果，并且因为海军轴基本目的资源比较富裕，这个贴东的效果基本可以理解为没有副作用，对很多头需要东的黑色领袖都是不小的帮助。我认为防 K 烟鬼和日奈会是内战很关键的战场牌，不过本身不能帮助返场，投入量应该不会特别大。这张1费的战国登场丢2个海军，然后抽3 cos 的要求自断，效果又锁海军头，限制拉满了。如果不是被莫利亚拉出来，本身是不赚牌的，不过也是一种快速调度手牌和增加墓地数量的方式，海军轴应该会投入那么1至2张。这张3费的卡普会成为新一代对红子罗利器，3费4000正好是让红子罗难受的身材，每回合都能减1费，还能辅助控场。阻挡者关键时刻还能保命，应该是这期最泛用的黑色单卡了，能弥补现在黑色很缺的3费节奏。最后是我最想吐槽的黄色，
这张新的6费00刚公布的时候，乍一看好强啊，要么打1血，要么打2手，怎么都是个能让对方难受的选择。但是仔细一琢磨，这张卡好像真就那么回事儿。我把效果换个方式说一下哈，登场时丢1手，攻击对面领袖一角期间流放。本次攻击呢，不会使角色进入休息状态，且不可阻挡，不可被对方攻击时响应。此次攻击，对方任意一张手牌均视作有2件反击值，且无法通过此次攻击获得游戏胜利。大家仔细琢磨一下，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哈？起初我也认为这张卡挺强的，但是前几天玩白胡子的时候，6费时上了个过墙路飞，期前打了一脚，对面扔了2手，我突然醒悟，对呀，期前本来不就应该打2手吗？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这就是一脚必挡的期签，且还不一定能要到对面的边盾值，还需要代价自己一张手牌让自己重置起来。听我这么一另类的分析，是不是就那么回事了？没边还卡手，不准时基本就没有他的轮次了，只能在前期用，处境可能和七妈差不多，保不齐就被白板代替了。当然厉害还是厉害的，但是依然不会大量的投入。在卡2卡组里，应该是和七妈加在一起5到7张的样子，主要就是为了在6、7费的时候用。因为不锁头，是个黄色都能带，有一定的泛用性，但是因为不能辅助控场，安妮路可能还是更喜欢涅槃吧。但是皇子不临的话，因为先3就能出，那强度应该还是不错的，有可能能帮助不临有效的应对红子罗。5费的卡2呢，我觉得会比6妈更泛用，因为不锁头只要沾黄色并且需要贴灯的领袖都能用，甚至像大战士，反正血要自己拔回来，那就基本上算是每回合都能贴这个东了。果然还是描述越简单感觉越实用。接下来是这个4费的饼干不是哥们儿，在大家都是离场抗性的时候，您怎么还是个 KO 抗性啊？这张真的不是来凑数的吗？离场抗性，黄色可能会为了应对红子罗和黑色把它下进扣数但是现在算了吧。还有这个3费不临，全网征集用法好吧？可能是我才疏学浅，确实是黄色玩的不好，真没想到到底怎么用，求大家教教我。最后呢是布雷。布雷触发倒是还不错，就是长得太丑了，是张大妈团本家正经有投入价值的2000边，但是其实地位还是比较尴尬的。卡彭和弗兰奇目前大概率会占有黑色8个2000边的卡位了，剩下的4个感觉还是弗兰佩好用那么一点点。所以是否会为了这张卡增加到16个2000边，或者能不能代替这3张卡中的某一张的位置，暂时呢还是有未可知。为黄色做个总结的话，就是别的颜色至少每张卡还能讲2句，虽然蓝色讲的少，但是至少在本专业方面，那5张卡是无可挑剔的强。而黄色凑数卡这么多，5张有 2.5 张基本用不了。卡2虽然能用，结果是这期贴东卡里费用最高的那个，人家4费他5费，只能是当做1费换了个1000边了，毕竟黄色边少嘛。然后让卡2也能在先手5费有个比较优质的选择。但是如果跟其他一样4费6000的话，4费下他，6费下妈，8费下7马，10费下10马，节奏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认为这个特殊搞的其实是为了削弱6妈虽然厉害，但是也别太乐观，应该就是挂个1、2张，准时抽到就用，不准时就下不来了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吧。这期呢也是特意放在简中的6色卡册结束预定之后再出来跟大家聊一聊，毕竟我是真不想帮硬碟带货呀，也省大家思考我是不是收米了。并且如果你问我能买建不建议买，我也一定会说不建议。主要是这次真的很遗憾，简中会错过这次的 8.5 环境，让我们只能在视频中去欣赏这30张新卡的表现了。12月份估计都快 OP10了，也就是说差不多 9.5 环境才能玩上 8.5 的新卡。到时候这些卡还厉不厉害我也无法预测，到时候应该会出一期视频单聊 9.5 吧。不过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吧，因为新卡的缺失，咱们反而会迎来一个不依赖日本的上位，无法完全照搬构筑，需要我们自行开发卡组的，虽然迷茫但却一定开心的简中独有的一段特殊时期。届时我也会多跟大家分享思路，共同探讨，竭尽所能的陪伴大家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好了，本期视频呢到此也就正式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一定要点赞、投币、加关注，拜托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期呢是讲一下关于进卡表预测上的一些我的理解，希望大家保持关注。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